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讲的是方法论，不是简单的某个投资标的，或者是简单的赌方向、猜方向。那好，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中午午间行情的时候，我说这个位置很有可能三角震荡，然后调整过后踩住，就有可能继续向上。然后下午它在这儿画了一个垂线，然后有向上突破的意思啊，然后目前还在盘整。然后刚才有一位学生跟我讲，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画一个这样的三角震荡？我说这种可能性也有啊，但是有点小。为什么有点小呢？因为这个调整下来反上来，这个斐波那契走到哪里了？已经走到超过了 0.886 啊。正常三角震荡通常经常出现的是斐波那契 A 浪下来 B 浪，一般会走到 0.618 到 0.786 左右这个附近啊，应该不会超过 0.886， 很少有这种超过 0.886 的反弹，然后接着继续画三角震荡 A、B、C、D、E，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啊。所以说目前基本上可以确定，大概率的确定什么？这个位置的三角震荡应该是结束了，然后向上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啊，也就是很容易走到65000，也就是2021年4月份的这个高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也就是很容易走到这个位置的高点啊，4月中旬。那这个高点呢，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真正的高点。什么意思？这个位置是真正的泡沫区间，也从成交量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啊。然后像这个69000、9500这个位置呢，比这个高，但不一定它是高点啊。现在可以更大概率的确定什么？这个位置是 WXY 的这个复合调整啊，调整过后，那么这个区间就很容易形成推动浪。那这个推动浪形成的话，目前看起来，我说之前特别像 WXY 的反弹，那现在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变成什么？这个三浪还没结束。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很恐怖啊！这个高点一旦突破69000，踩住的话，突破10万是轻松加愉快的事儿啊。所以说大家伙儿一定要关注这个关键位，它能不能撑住，能不能踩住。然后回到小时线，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只单纯的1分钟小时线只看多也是不可以的啊，时时刻刻都要想着回调的可能性，做好自己的仓位风险管理。那好，行情就简单聊到这儿。然后昨天开始我说一定要开始逐项的单项的去剥开揉碎了，一项一项的讲透，让你明白交易的本质、底层的逻辑、具体方法论的个人实施操作养成进步的策略步骤。昨天我们讲了方向不能单纯的猜，一定要放弃单纯的标准答案猜方向，一定是两方向的做预判。那预判今天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概率问题，一定是概率预判，它是高概率的向上还是高概率的向下，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去下注。然后概率高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多下注，比重就下大一点。概率低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下注比重就要降低。然后这个模棱两可五五开，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没方向，那就不下注，观望。那这里头我想
用赌场的这个逻辑运营逻辑去给大家举例说明。赌场稳赢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概率嘛。无论是拉斯维加斯还是澳门，还是现在迪拜最新要成立的这些赌场，他们都是概率嘛，赌博。高概率的赌博，他们赌场会赢客人的钱，那很多赌场的概率可能也就是51%，刚过一点儿。然后即便是这样，概率不是很高，但是你赌的数量越大越长，赌博的人数越多，它赌场是稳赢越赚钱。你反过来我们讲交易所、资本市场、券商也是一样的啊，他们赚的主要收入就是资金费率、手续费等等。那这些钱它是稳赢的，只要你交易量大，交易的人数多，是一定赚钱的，100%的赚钱。更别说那些野鸡杂牌交易所啊，那些就更赚钱，因为他们可以做各种假账，更不用问了。然后还有这个资金，他们拿着这个资金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放在这些中心化的交易所当中，这些沉淀的资金他们可以干别的事情啊，都能带来丰厚的利润。所以说我们比特币交易还是股票的交易，绝对是概率预判啊，不是单纯的方向预判，是概率。概率高多下注，概率低小下注少下注，然后0055开的概率那就观望等待，然后充分的分析 K 线。还有一个从数学角度上讲，你的盈亏概率只要是赢的比亏的多，你就赚钱，你就稳赢。但这里头赢比亏损多不代表胜率啊，这跟胜率没关系啊，不是一点关系没有，而是什么？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以前讲过，100刀为例，你连续止损99次，每次止损1%，你最终还剩多少钱？大概剩$60多。但是你只要赚一次40%、50%，你一下子之前的亏损你就能回来啊。何况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那么点儿倍的99%的，你去100次交易过程当中连续99次赌错方向，这种愚蠢的人应该是不会有的啊，这概率太低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这种概率产生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因为概率把你的比重下的不一样。也就是说什么？每次做单你是恒定的这个开仓量，你仓量你不能变。然而刚才我说了，概率高的时候你多下注，概率低的时候少下注。如果你是恒定的话，相同的概率预判下，那你要是固定的小止损，然后赢的时候大赢，那这样的话你就是赚钱啊。还有一个，你要是连胜率都要做好了，胜率也比较高，那你的盈亏比就更好。相关盈亏比以后我也会专门去讲。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概率里头最重要的，每次输多少，每次赚多少，跟胜率不太有太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反复在强调的，你的盈亏比要好，你每次
赚的得多，然后亏的得少。还有就是你想连续止损99次，只有一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啊。也就是说，你真的是神预测，你能连续99次都能赌错方向。反过来是什么？你一定能怎么样？连续99次你都能赌对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回到比特币股票交易当中，一定是概率预判，不是赌方向，然后运用赌场稳赢的概率。只要你的这个概率控制得当，下仓比重得当，那你的交易次数越多，时间越长，你就会越稳赢。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啊。昨天我们讲了方向，今天我们讲概率，那明天呢，我们讲盈亏比。然后每一天我就讲一个单项，日后尽快把这些最基本的要素、关键核心的逻辑概念，理论上全部都逐一讲给大家，让大家听明白，然后也能实践，然后在自己的交易过程当中逐渐得到这个稳赢的密码。那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祝大家交易顺利。